我们的爸爸和你一起长大，欢迎大家收看浙江卫视全民亲子类观察节目《我们的爸爸》第2季。我是懂妈团的团长殷年静。我是一个有23岁的儿子和一个9岁女儿的二胎妈妈。来这个节目呢，是因为这个节目的第1季我就有关注了。我当时专门录了视频聊过黄种这个无法共情的男人。前2天我看了一个综艺，一个爸爸带一个小孩正要上手扶梯，那小孩呢就一直哭，但他爸爸完全不能共情。所以这一季呢，很开心可以坐在现场呢来直接吃瓜。下面我们请懂妈团的成员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把温柔藏心底，把陪伴做到底的暖心妈妈董璇。大家好，我是非常爱樱桃核桃的二胎妈妈李佳格。我是爱跟孩子交朋友、刚升级不久的3孩爸爸乔杉。3号。大家好，我是做家庭社会学的二胎妈妈，我的女儿今年22岁，我的儿子今年17岁。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当了19年的孩子，但却很少回家的玉涵。这次呢，想通过观察别人的家庭，去了解一下我可能错过的事儿，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就是等于我们都是像父母这个年龄的了，其实，差不多吧。我努力，我不用努力就可以生下你。这个算上于雨涵，懂妈团有11个孩子，11个，您贡献了3个，响应国家号召。刚才您说3个的时候，我们3个女生在那边，哇，很羡慕的感觉，是不是就觉得好身体哈？对呀，是吧？在我们社会学的研究里面，一个家庭里面有3个孩子，其实结构是最稳定的，对吧？对，我就是年龄太大了，否则我觉得可以再尝试第3个。不大，就努力啊！我要是早知道我这么会带小孩，我真的我就想生个7个、8个、10个了。哇！就是我是真的，我觉得我们这边的人应该都是非常喜欢小孩的。在上一季，我们看到了霸总奶爸黄岩、带娃天花板的阿尤，还有跨国育儿的安吉，这些爸爸都用行动证明，爸爸的爱呢是可以打破我们的想象的。当然有好的想象，也有不太好的想象。这一季呢，我们的主旨是我们的爸爸和你一起长大。那育儿这件事其实不是一个单向的成长啊，因为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其实，在育儿的过程里面，大家一定能够感觉到，孩子也大大的疗愈了我们。所以，我们不仅要观察爸爸怎么去带孩子，也要用这个做切口，对整个家庭去进行一个探索。这是这一季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其实很喜欢我们的爸爸这个概念，他从一个过去不那么被关注的视角去切入，而且我觉得这个主题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们时代的进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爸爸自己意识到爸爸这个身份对他们本身的重要性，他们会更多的积极的参与。乔杉老师是吗？我觉得可能就是从一个不太成熟的少年吧，然后慢慢走向男人的一个过程。尤其我前2胎都是女儿嘛。所以爸爸对女儿的感觉更不一样。对。那接下来时间，带着这一份关怀和理解，走进他们第一组家庭听说是偶像剧的模板，童话故事的续集。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组家庭的 VCR。我叫叶泽，今年28岁。哇，这真是偶像剧，帅哥。对，好帅。我是平面设计师，然后平时也是自媒体博主。平时就是喜欢画画。我日常比较宅，不太出门。从恋爱开始就几乎24小时和我老婆在一起。我是伊芙琳的爸爸。我叫伊芙琳。哎呀，这个小可爱。可爱。我2岁了。我2岁半。我的爸爸叫叶哲。妈妈呢？我的妈妈叫闺蜜。太暖了。我是小姨夫的妈妈，我叫刘志如，大家可以叫我雪梨。我也叫刘志如吧。太可爱了，这个。
想道我名。用一句话来介绍你的伴侣好吗？就是大智若愚。外表上没什么可夸的嘛。哇，别想了，太伤人了。妈妈，一句话来介绍爸爸。一句话就是帅气，就是他看着就像一个不靠谱的人，就是那种在酒吧 KTV 天天穿梭，然后如鱼得水那种。对，他长了一张很爱玩的脸，感觉啊。但是呢，跟他相处之后，就觉得，以前偶像剧里的人原来是真实存在的，可能就是唯一的一个不一样，就是没有那么有钱啊，就偶像剧的那些就是开始好像这样。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宝宝吗？他性格目前就是比较古灵精怪，运动不是特别好目前，但是他的语言天分我感觉很好。同龄的甚至3岁的，有些孩子可能都受不了他说那么多。那孩子对你们俩分别意味着什么呢？分别意味着，现在他对我意味着是全世界，当然他也是我的全世界，所以我有2个全世界。首先，我感觉我在养一个小时候的我，就是我会把我小时候没有的我希望给到他。小时候没有的主要是，那肯定首先就是父母的陪伴嘛。我从小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我是大概父母是8、9岁的时候离婚。从小由外公外婆带大的，后面16岁又出国留学，是寄宿的。我也是从小是离异家庭，我从小都是跟我妈生活在一起。17岁，我也是出去留学的。那你最想要的家庭氛围是什么？我自己比较想要的家庭氛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真正一家3口走出去的感觉。因为以前我也真的在公园里看见别人一家3口在那儿荡秋千，我都会流泪，因为我感觉他们太幸福了。那能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形容你们的家庭吗？家庭就是我来，融为一体。就是我们2个就像连体婴一样，这就是我们身边朋友和家人，身边朋友和家人就是这么评价我们的，因为我们几乎24小时都黏在一起。分工就是我能做的都做，所以所有家务基本上都是我来承担的，然后实在不行了就妈妈上。那妈妈就负责躺着，no， 陪孩子玩啊什么的。那接下来的几天，爸爸独立带娃，妈妈也会很担心他呀。毕竟他也是从出生就带到现在，我其实一点都不担心他带娃，只是我会想他们，因为毕竟我们3个是连体婴嘛。融为一体。哎呀，真幸福呀！重庆。我是重庆的，你是重庆人？对。哦。我们3个一起躺在这儿。还有小奶罐，还有小牛，还有我。嚯！你，我们这样吧，他们也要给。他们不用给。他们不能。他们体热。走，先去刷牙。哎呀，公主啊，你是不是公主？不是，我是宝宝。公主宝宝。好，去吧。等我一下啊。他还得给他收拾一遍啊，这也太细心了，很少有这种爸爸。这个小书包给你先分开来，
太可爱了，这小孩。让妈妈选菜，然后我们等一下出去菜市场买菜，好不好？妈妈，我也要看菜。好。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叫爸爸画的。爸爸画的。确实是爸爸画的。这个菜谱就是我自己画的，之前就会收集一些他们比较喜欢吃的菜。我还会画画。哇，画这么好！满分爸爸。我其实原来不是特别做饭，认识他以后做的比较多，因为他比较喜欢吃。你要吃这个吗？我不要吃这个。肉，你就不吃肉？他说 no， 他说 no， 这个是甜甜的肉，甜甜的肉。这个 no。这个呢？no。你这个小乖。啊，这个呢？no。也 no。也 no。这个好看吗 ？no。这个也 no 啊？那你要吃什么？你想清楚啊！第二个是番茄炒蛋。番茄。也是个 no。画的好香啊。那我要吃这个。哦，他怕知道他爱吃这个，还重复 Q 他一下。那这个呢？这个我要吃。哦，这个。他真的看得出来。炒蘑菇。蘑菇好吃。那这个叫什么？叫鱼。fish。鱼。它是这样子。哦，它是这样的啊！你真是太棒了。你要不要这个？我要这个。你要这个啊？几个菜了？全炒一本儿。炒一本，炒一本也吃不了啊。这样吧，一个炒蘑菇，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然后鱼和虾，怎么样？行，那就虾，然后排骨。这个3个人吃4个菜，什么条件？什么条件？对啊。什么条件？你每个肯定3个菜。什么条件？问什么条件？问他什么条件？3个还是4个？你说。我们餐标只有3个菜。只有3个。哎呀，太好玩了。行了。好了。OK， 你们快去吧。我先准备一下吧，先把这个收起来。一个做饭做家务的老公，太有魅力了啊！羡慕了，羡慕了。我师哥不这样。哎，来吧。等一下，我带你去那个菜场买菜，好吧？你背一个包，然后帮我一起拿东西，好不好？好吧。那你先说好，我们先说好，你不会让我一直抱着吧？是。是啊，你说好了啊。是的。来，你爸爸给你换衣服啊。哇，你好漂亮啊！你要少让爸爸抱，因为爸爸腰不好啊。妈妈也很细心。爸爸腰不好。好，我们到了。这孔雀的声音。那是孔雀的声。哇，这就有虾。你看这是不是妈妈要的？来，小妹妹。来，不然你拿这个。好。你好聪明呐。嘿嘿嘿，你说谢谢了吧？说了，谢谢啊。还有一个这个。哎呀，好快有生意。你要几个？我要2个。2个。爸爸，我是走不动了。啊，我是走不动了。我是走不动。我也走不动了。我是走不动了。我是走不动了。
动了，我是走不动了，我走不动了，爸爸，我是走不动了，我是怎么走的？但是如果提这么多东西，爸爸抱不了你那么久啊。我是走了。那个，啊，走了。哎，坐，站一下。哎呦，我要开门。哎，还搞一束花。我们才回来的。我跟你说，怎么？我们这个是送给你的。老板，我买一束这样的。有没有比那一束还再小一点的？就是给他的这种。带小朋友的，好吧。可以啊，拿几只简单给你包一下。行。应该让所有的爸爸们都看一下这个片子。但是我已经没有心情说这个了。为什么？他全程啊就没走过啊，说自己走路累死了。哎呦，这个腿像什么金子做的那种。天哪！你这花我还不知道放哪儿，说实话。就放桌子上了。辛苦你了，真的。好勤快呀！回来赶紧做饭了。这有点拥挤啊。爸，你们要吃到手了。哦，谢谢你。哎呦，太暖了！哎呀，他爸永动机。你是不是饿了啊？是。他回来路上就有点饿了，你等一下。好崇拜会做饭的人。就是在国外留学，然后这种寄宿家庭的小孩，就是自理能力特别强的人，都会做饭，很熟练，对，很从容，对，就看着也不累。是。哎，我刚想说，我非常好奇你做到哪一步了。我把那个虾煮了，鱼蒸了就行了。我要那个做上去。你要吃饭了是不是？妈妈，还有这个酱。那个是酱是吧？妈妈，这个你个酱姐。是真的很爱吃番茄。这样吧，我先给你拿个碗吧。哎呦，这玩意儿直接往手上敷了。好吃，好吃，好吃，好吃。这就是太会给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好吃好吃，偷吃的小宝。妈妈先给你带兜兜，好不好？你这我给你无限擦呀。哎，等一下，马上，我还没给你带兜兜呢，好，兜兜来了，现在立刻马上兜兜，来，秀秀还没那个呢，秀秀，不回去啊？不会吧，姐妹儿啊？他把皮给我吐回去了啊？不可以这样，你要不要吃一点？还要搞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不是，还想摆盘？他们不是摆盘，他没有葱，你不懂。夹葱？夹葱啊！妈妈，我还有一个番茄酱。来了，宝宝，但是我们不能蘸太多，好吧？我们每次蘸了1口之后呢，你就要把那个虾吃掉了，好吗？好吃啊！虾蘸番茄酱，我发现了，他什么东西蘸番茄酱，他就挺喜欢的。小孩都喜欢吃番茄酱，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有啥？太好了，非常好。因为你吃饭今天太棒了，非常棒。啊，哦，小鱼，是不是？鱼我要吃。小鱼你要吃啊，太好了，你今天真的是太好了。嗯，这个我要吃。没有，那个鱼有单独自己的酱。哇，拿吹风机吹凉是吗？学会了吗，乔杉？又学一招，终于感觉自己粗线条了是吗？我们家只有大吹风机，我怕把虾吹跑了，你知道吗？所以妈妈就比较大大咧咧。你看妈妈会说你别那么花里胡哨，你别什么什么，他俩是配的刚好。完刚才不说你还摆盘儿，对，是吧？所以家里得有一个细心的，只是我们不太习惯，细心的是男的。对，但其实这样也挺羡慕的。你过来。这是鱼 fish， 这鱼 fish。有鱼 fish。那个卖菜的老奶奶说这个是鲈鱼，就是那个如鱼得水的那个鲈鱼。那不是如鱼得水吗？懂不懂？幽默，有没有一点这种幽默细胞？算了，我真是不想跟你说了。你这个，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别还有过，别还有过，你的守护。好，就3句。还会唱歌。这个虾生前没吃过东西，它老干净了，不知道为什么。你要不要来一个？他要剪一剪。剪一剪。我要来个。行，你来一个。蘸那个番茄酱是吧？你自己先吃一个。我不吃了，你不能不吃饭呢。你要吃的。好，我要吃。不能不吃，我得要吃翻炸针啊！翻炸针啊！你带我打针啊？不是你带我打针，你这走路咱怎么说呀？啊，少爷。不知道。爸爸从这个家里出去开始，到上车，到菜场，再到从菜场回来，您这个脚在地上待了多久？多久？我听听。这样。看没？就4下，原地踏步，就这4下。好好吃呀，这个虾。转移话题。你别说我了。我要吃了，我是吃饱了。他这个2岁半真的很会说话。爸爸，我是走不动了，我是走不动了，我是吃饱了。爸爸，我要吃了，我要开始吃了。等一下。爸爸。爸爸太厉害啦！你也太会提供情绪价值了。好吃，这是爸爸给我做的，好好吃呀，这个虾。爸爸，你太厉害了！哎呀，这也就是爸爸，这是男朋友就懵了，疯了，哄成胚胎了。对，说我去把小区的灯都换一遍。我们中国的家庭吧，老觉得表扬别人会让人骄傲，所以我们做父母会比较的不太那么喜欢表扬。我觉得现在年轻一代，我看到了以后，太棒了。所以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觉得好开心哦，能这么给的这个情绪价值。我觉得也不光是跟孩子，跟这个夫妻之间呀、朋友之间，情绪价值其实也很重要。那乔杉，你最常夸你老婆，你是夸什么？太漂亮了。你最常给你老婆的情绪价值是什么？我很幸运。可以，对吧？那于雨涵，就是我们要怎么夸你们青少年，能夸在你们的心趴上？我先说一个我最近受到的那个情绪鼓励吧。我当时上了一个体能课，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是11月27日下午4点钟，第一次见面刚练完，他来了一句：“小伙儿，你这腹肌真有天赋。”男生最崇拜的就是这种，就比如说身材真好什么的，那个鼓励是无价的。说的真好，我要是你的话，我把胸肌也练起来。老实说，我浑身的肌肉都很有天分。
刚刚那个花多少钱？刚那花？对。咋了？多少钱？200多。什么？怎么了？火车喽！这个老板家还不是现包的。小的多少钱？小的60万。什么？就这个小的要60啊？啊。你以后这种钱真的别花了，真的好不好？答应我。他过几天他就凋谢了，这个。爸爸，谢谢爸爸。他有情绪价值。哎。爸爸，抱抱，抱抱。太会，太会了。抱抱吧，抱抱。谢谢啊。哎呦，才2岁半哎。他爸爸超级爱给他买花，以后。太暖了。我的花好可爱。棒棒。我走了。这么快？对。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吗？我肯定能照顾好自己啊。抱抱吧，好吧。你等一下出去跟爸爸出去，你要乖一点，你不要一直让爸爸抱着你，好不好？要这样。真的是偶像剧，偶像剧。对啊，你跟他爸爸牵牵呐。可以，先不要抱我。好。我要给他说，你要跟爸爸乖一点，知道不？啊，宝贝。啊，我怎么觉得有一点你没有不舍得我？拜拜。拜拜。神奇。我走了，明天再来回来好不好？拜拜。拜拜。拜拜。你能照顾好自己吗？啊，我能照顾好自己。连体婴分开了。小伟就给我打电话，好吧？小伟就给我打电话。你小心哦。小伟就给我打电话，拜拜。爸爸，我要给妈妈打电话。刚出去。下午给他打好不好？不是在打吗？哎呦，他要去打车，这没有信号。你不是刚才在喂我喝奶吗？你给我再买1瓶。可以。我们等一下去跟别的小朋友玩了哟，好不好？可以吗？不好。其实之前我们就把衣服送到过学校，在老师在门口接的时候，接过去就开始哭，心理焦虑，所以后面就没有选择再让他去了。那这样吧，我们去跟别的小朋友玩了以后，我带你去一下超市。可以。好，那我们走吧。哦，我们到了，我们要去儿童乐园了。我们要和老师一起。做错动作了，嗷！来这边，宝贝。小姨夫，请坐。我一直抱着，就这样。好饿的小蛇把饭团吃进了肚子里面，它的肚子变成了饭团的形状。好饿的小蛇发现了一串紫色的葡萄，你猜猜，好饿的小蛇会怎么样呢？你说一口。我准备做什么？他眼神都变了啊！他眼神变了个人。对，变了个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好，现在 Who can try? Let me try. 哦 ，OK， 非常标准。局促。是的。厉害吧？好的心，我们先欢迎小可。OK。好了，就剩我们了，就剩我们了。爸爸举手了，好，爸爸和小姨夫一起。好不好？不会。那我来说，你听我说好不好？不会。看到别的小朋友能自己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挺羡慕，但是也能理解他为什么没有他们这种表现。其实还是就是我们2个给他带来的。外出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家3口，就没有和别人过多交流。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就没有让他有一个很好的跟同龄人小朋友的接触，所以就可能导致了他在社交这方面会比别的孩子稍微晚一点。
我把这个给你往里拔一点，这个爸爸，哦，你看这边，我们看这边，这里有花瓶呢。这好像是装这里吧？不是呀。要不要我们就试试这个好不好？宝贝，我们试试这个。这样。抓着他爸爸走，对，然后一直抓着我。你想玩哪个？你先说，你想玩哪个？我想玩这个。好，那你先放进去，然后自己拿过来。好的。爸爸，你放在这里，你放在这里。这儿，爸爸你陪我。好，我在这儿。这个。你喜欢哪个漂亮的图案？这个。我拿一张，你拿一张。好，我也拿一张，我得跟你一起来耶。然后撤，战术性撤退。放进去。我在这儿啊。这，我在这儿。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格子里，你把这个鱼也放这儿，好不好？朝一个方向。我还要再来这个。还想再来吗？来吧，宝贝，小衣服来。没有，老师这儿还有东西呢，你看。要玩这个。我们到桌子在哪里？小衣服快来，宝贝。在这里。对，我们到这里来。看看还有什么呢？哇哦，这是一个冰淇淋。这是你给浩哥，你说浩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呀？它的盖子呢？小衣服。它的盖子去哪里了？哪个是它的盖子？这不是它哦，里面的呀。那放。爸爸去上个厕所好不好？不要。我就去上个厕所好不好？不要。你在这里搁着等我好不好？马上就回来，好不好？不要。你说我把里面全部打开，待会儿爸爸回来看，不要。你全部打开以后，我就回来看，好不好？太默认了。好。对，关。哎呦，加油！朝一个方向，再继续。好，放在里面，我们把它收起来。走，跟我来吧。爸爸去哪？跟我来。那老师，爸爸在哪里？爸爸去哪里？他上厕所，待会儿我让他快点回来，好不好？放这儿。这个盖子在哪里？我要去找爸爸。可以呀，我们放了音乐就去，我们要出去。我现在要去找爸爸。现在去吗？来走，我们俩把音乐放了这边，宝贝，这边。我现在要去找爸爸。这边吧，这边什么？我要去找爸爸。我看他上厕所回来了没，好不好？我要爸爸。我是有心疼，但是我希望他可以做到是别的小朋友这个表现。我要爸爸。是的呀，那我们去接他。去找爸爸。OK。要哭了，强忍着泪。然后左转，然后我们去厕所那边接，好不好？看看爸爸回来了没？哦，哎呀，你说爸爸，你好了吗？我去上厕所了呀。啊，好的，你牵着爸爸走，我们去准备。是不是没骗你？其实我内心中是不想干涉他的，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这种能力在的嘛。但是我确实也看到，就是说他每次说我要去找爸爸这种时候，我会比较担心，所以我会马上就是出现在他面前。好，然后我趁着这个机会，就是刚好吃饭这个间隙嘛，就是跟你分享一下今天这个整个情况，你对他的保护和就是关心，我说事实哈，有点太多，就是有点这个度有点过了。你要看到他这个年龄段该有的能力，你看到他们也是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子练起来的，所以说你可能要给他机会。有的时候也不是孩子不放手，是父母放不开手。因为可能跟我们就是成长经历也有关系，我觉得对他的保护就是自己心里确实也知道，我也不能说溺爱吧，就是说保护的太多了，反而阻断了他这个成长，有一点这种感觉。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害怕去幼儿园吗？因为我怕扁了。哦，但是大家都是干自己的事情，他们不会先害我的。哇，这小孩他能说出来， 2岁半，他会说表达。对，
对他们不会伤害你。回家了。去学校好玩吗？好玩。好玩呐，那太好了。妈妈，我是带你去幼儿园见那个老师，可以吗？好啊。介绍了开始。那你今天交了几个朋友2个朋友。 2个朋友，叫什么？我不要认真，我不要认真，不要认真，好可爱呀！这个老师说，观察一天下来，就其实感觉有的时候不是他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他保护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得要先做出改变。那你们不要，就是过于担心他就行了。不会的。反正那老师就说，如果说你孩子走了，你都不知道干什么，那就是你扯着他嘛。确实。那你离不开他，肯定就束缚他了嘛。那我换一个人束缚吧，束缚你算了。我还需要束缚吗？哎，为什么他的手？爸爸在干什么呀？爸在画小鸭子。画小鸭子。爸爸画的好吗？爸爸画的好。爸爸什么都画的好。爸爸画的真好呀！爸爸画的这个鸭子都很悲伤，好委屈啊。他平时也很喜欢让我每天睡前跟他讲故事，那我就刚好想把我们一家3口的故事就画出来，让他有一点意识吧，就是说父母是怎么认识在一起，然后包括有了他以后是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就是幸福的。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知道吗？这是鸭子。哦，是鸭子。你看，很久很久以前，有2只灰扑扑的小鸭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因为他们一直低着头走路，他们常常咚的一声撞到石头上，然后他就碰出小伤口，他流血了，对不对？因为他们要看路。对，因为他们2个走路都不喜欢看路，对不对？这个脑袋上。这里好啊。对，他为什么这里好了？你看啊，他们轻轻说：“我帮你吹吹，吹吹就不痛了。”然后他从那个以后呢，他们总在一起，他们一起在堆雪人。如果找到一个甜果子，他们也会掰成你一半我一半。我也会分享爸爸妈妈那个奶。对，后来他们有了一个软乎乎的宝宝，居然是一个可爱的小天鹅。那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发现啊，就是每拥抱一次小天鹅，他们俩的羽毛就会变亮一些。有一天，他们带着宝宝散步，遇到了一个小水坑，然后爸爸妈妈低头一看，水里映出的2个雪白的天鹅。哦，我原来不是灰色的，我原来是白色的，我原来跟宝宝的颜色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天鹅。那这个小宝宝就是你。啊？是我打嗝的声音。挺好。这个故事总体来说跟你讲的是个什么？就是说爸爸妈妈在认识彼此之前都是那个灰色的小鸭子，知道吗？但是有了宝宝以后，那我们3个现在就变成3个白色羽毛的小天鹅了。那你觉得，是谁让爸爸妈妈变成白色的羽毛？我让爸爸让变成羽毛。变成白色羽毛？对。你觉得爸爸这个故事画的好不好？好。好啊。
哎呦天！爸爸，哎，怎么了？爸爸，哎，你给我讲个鳄鱼的故事啊！故事环节结束了，现在要睡觉了。你给你讲个鳄鱼的故事给那我给你讲一个，从前那个鳄鱼的妈妈，还有爸爸，还有宝宝，还有鳄鱼宝宝、鳄鱼宝宝晚上就不睡觉，睡觉前他总是说，再给我讲一个，再给我讲一个。后来，好了，鳄鱼被鲨鱼吃掉了。鳄鱼被鲨鱼。咱们赶紧睡觉吧，不然一会儿被鲨鱼吃了，好不好？睡觉。爸爸，爸爸睡觉了没有？爸爸，睡觉了没有？爸爸，转过来看我。我不看你，我要睡觉。你不要睡觉，跟我睡觉。妈呀，12点了还不睡？爸爸，我们的爸爸二。哪个爸爸？你是我爸爸。我还是未来的小小贝。换了。如果你猜，哦。为啥？来电话了，等会儿。谁？等一下。谁打电话了？喂。什么？谁？哪里？隔壁啊。那栋楼小孩刚才不睡觉让人抓走了，这么严重吗？妈妈。哪栋楼？就那栋楼小孩不睡觉让人抓走了？不要。不会吧？不要。哦。我要睡觉。我们睡觉了，我们睡觉了，我们睡觉了。爸爸。我们睡觉了。好了，我们睡觉了啊。嗯。那个人怎么没有睡觉？哪个人啊？好吓人。哪个人没有睡觉？啊？那个枕头这里没有人睡觉。哪个枕头？这个枕头。这枕头上面有人呢？有人呢？你有变恐怖片？没有人，你说什么？你睡觉没？ 1点半了，1点半还不睡，我的天哪！这回怎么也得睡了吧，宝贝儿？天，这太危险了。半夜起来打扫卫生，我觉得从我的感觉上来说哈，我觉得心就细的有点过了。真好，童话故事啊，学到了吗，小珍？啊，学到了吗？我可以做到。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年轻人的家庭都是分工可以是这样，就男性有这样的分工了。在我们传统思维里，我们会认为做家务啊，然后陪孩子度过分离焦虑期。我相信大部分送小孩上幼儿园第一天的都是妈妈，然后孩子离不开的都是妈妈。胡说。哦，好像不是，3个都是你送的。这只要在北京不工作的时候就送。我记得我大女儿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设想了无数次的场面，就是孩子说：“爸爸，我不要去上幼儿园。”我想肯定是这样的。然后去了以后，老师带着女儿，我女儿会说：“拜拜”，就进去了。我很伤心，其实。其实我自己有分离焦虑过啊，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我送他去幼儿园的时候，他是崩溃状态，也是崩溃状态。然后
就是在教室里哭嘛，然后我就在外面那个教室坐了15天。当时那个老师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就过来跟我说：“你得走，你得放手。”我当时就觉得说，他会不会觉得我抛弃他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说你怎么就把我给扔在那了呢？那是我心里最大的痛点，因为我小时候有被妈妈丢在路边的经验。所以我对于被遗弃这件事情，我心里是强度没有安全感，以至于我把孩子放在那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会不会觉得说，妈妈为什么走掉了？妈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了？幼儿园的老师给了我非常好的建议，就是说你先试试看半天，啊，他在解决我的分离焦虑。我觉得叶泽、雪梨跟我一样，可能是一些比较有童年创伤的人，所以长大之后他会特别细心。但我也解释一下，为什么大部分的幼儿园老师会跟有分离焦虑的父母说，你要马上走，你要坚定的离开。实际上，孩子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他整体接受的，我们在学术上有个词叫解释风格，也就是说，你会跟他讲，宝宝去幼儿园很安全，妈妈晚上来接你。你的话是这样的，对不对？这个信息他只会在他所有的接受信息里30%，剩下70%是他通过你的脸部表情，通过你的行为来判断的。如果妈妈虽然是这么说的，但是妈妈又不愿意离开，孩子从你的解释风格，从你的脸部表情来，他会觉得其实幼儿园里面是不安全的。不安全。孩子会非常敏锐地接受过来，然后既然你那么担心，爱我的人那么担心，那里面肯定没有好东西啊，我怎么能进去呢？对不对？只有当爸爸妈妈牵着手就进去啊，我马上就走人了。你会发现，你越是看上去无情，孩子越会觉得里面是安全的。你看，我爱的那个人很坚定地离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幼儿园的老师永远跟父母说，送到门口转身离开，不要回头，因为你那个动作。你不要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残酷，恰恰相反，你给了孩子最安全的感觉，就我在那里面是安全的，我可以去。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分离焦虑，总体上不是孩子的分离焦虑，永远是父母自己的分离焦虑。小朋友世界可能不知道，除了爸爸妈妈，外面的人对他是善意与否，所以他可能要接触，他接触到更多的善意了之后，他就更愿意打开自己。他们俩给的爱太满了，两个人过度关注这个孩子，这样孩子压力也会很大。我觉得以前我们经常有个词叫密集母职，然后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叶泽完美的呈现了一个密集负责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密集母职是说我们所有生活以孩子为中心。我跟孩子荣辱与共，孩子的每一个错误我都要承担责任，我都要帮他分析问题。所以在叶泽身上你会发现这些非常非常的明确啊，所以他们会非常感动。但实际上孩子的很多问题恰恰就是因为密集母职带过来的，或者是在这里是密集父职带过来的。所以为什么说养孩子是重新养自己一次？是，我觉得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都不是最完美的父母，也不可能生下来就是好父母，但是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爸爸来看到每个人不同的观点，然后去成为自己那个家庭最适合的。我觉得这是这个节目很珍贵的地方。好的，那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叶泽的部分，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VCR。大家好，我叫郭梦旭，今年32岁，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演过戏。这也挺帅的啊，这是感觉也是偶像剧里的啊，也是帅哥。还尝试过主持人、唱歌等等其他工作。演员、主持人、歌手。在29岁的时候，重新考上了研究生，现在在家带娃。哇，3个孩子！大家好，我叫信信，今年38岁，我是投资人、出品人、制片人，也是经纪人。哇！我跟很多优秀的演员都合作过，比如张国立老师、周星驰导演、张译、胡杏儿等等。我也参与出品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电影《朝云暮雨》在2024年也入围过天坛奖。哇，好厉害哦！然后我也是3个孩子的妈妈。是，女强人。妹妹小名叫桃子，然后弟弟叫果。
然后哥哥是橙子啊，我们是水果插醋，跟我们家差不多。那所以你对郭老师的颜值的第一印象是？太帅了，是吧？是吧？那个时候确实是还蛮帅的。那个时候的他就是满脸的胶原蛋白，眼神里透露着很清澈的那种愚蠢。清澈的愚蠢。这么多年没有改变是吧？没有，就是他也是一个底色很纯净的人。底色。他有脑子，但是后面就一认识我以后越来越没脑子，这事儿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我对他的初印象是在围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干练的一个人。我说怎么能把400多号人的剧组安排得井井有条，然后我觉得哇好厉害。那会儿我也刚入职场，刚毕业没多久，所以对我来说大开眼界啊！第一次见到剧组的高层。我那个时期确实就是想要孩子了，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要孩子，或者有没有想跟我要一个孩子。我也提前有问过他，我说你如果要是确定想当这个父亲的责任，那我需要你在孩子出生以后能留在家里陪伴他，而不是说只是你有一个身份而已。那你需要做的是在他3岁之前你要能来陪伴他。10月回来的其实是8个月嘛，我说我这8个月怀着他，他一直跟我是共同体的，我负责了前半段，那后面是不是要你来了？我说我不是不能做，我也完全能做，但是我希望你能承担起你现在做父亲这个角色应该负的这个责任。但是身边的朋友说的会比较多，就是啊，你没有男的在家带孩子的，你这样的话他以后怎么办呀？或者是出去了会不会没面子呀什么？我说为什么会没面子？那全职妈妈在家带孩子这个事儿就合理吗？哦，男的就在外面赚钱，然后妈妈在家带孩子，那你们怎么不觉得妈妈在家会没有面子呢？那在家带孩子的妈妈难道都是其貌不扬，在外面找不着工作，或者是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的出路，所以她只能在家带孩子吗？如果要是出去工作，你就一定保证你能红了吗？比起条件好的人多了去了，怎么就能保证你拍了你就一定能红？我的天啊，那你不拍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红？那你红了之后呢？孩子在家里边，爸爸是谁？在生桃之前，其实我自己也建立了这个心理准备，说可能要陪桃很长的时间。当时也很自信，主要觉得说这个3年之后，哎，我还是对吧，相貌堂堂，我还能对吧，我还能这个很好拍戏。结果发现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啊。以及果又来了。对，那就这样吧。我觉得就先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后来也可能自己说服了自己。想问妈妈，果要带3年吗？我们俩对视，他们就笑了。我得吧。这一题还没有跟他去那个。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个。emo 了，我 emo 了。没事，晚上回家跟你聊。我 emo 了。我还挺紧张的，我感觉时间不够用，因为真的我带娃的时候家里有人帮忙。加油，看着你翻车。这个是一点情绪价值不给啊，这个像妈妈说儿子的那种，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妈妈，就一般男的受不了这种，一般不行，对吧？这他心理承受能力挺强的。哎呀，这个行啊，这个。哎呀！
好可爱呀！起床吧。这么早？那你怎么办？我肚子饿。肚脐饿呀？好吧，爸爸。我肚脐饿，我要起床吃饭。哪才6点多？小伙儿，这络腮胡都出来了啊！这跟刚才那感觉不是一个人。哎呀，真可爱。爸爸给你接水。妈妈，你看，我有新水杯。对，你的新水杯，喜欢吗？喜欢。你给接水。哪了？这儿呢。我给他喝呀。接完了就完事儿了。你让你让他喝水，不是接水。这没有吸管啊？对，他就直接喝的。不是有吸管没香的，谁让你直接喝的？吸管呢？这咋直接喝？你就喝一个吗？这不就这样喝吗？你有病啊！你有病！吸管是吸管，上司跟下属的对话习惯是这样的。哦。爸给你穿裤裤。爸爸，你给俺头梳梳呗。他吃饭的时候我给他梳行吗？因为是经纪人、制片人，他习惯指挥了。有一些人他喜欢把工作的状态带回家里。对。不开，我给你把辫子扎一下好吗？这都一个个梦中情吧呀！好了。你为啥给他扎头？好像要留2撮啊？这不扎的挺好看的吗？辫子。这不露了几撮啊？而左右不一样，后面还掉丝儿。好看是不是？爸爸扎的是不是好看？哎呀，你看，好看。瞎呀！那女孩说好看。啊！衣服。这胖小啊！太可爱了。现在8点了，怎么了？你要解冻的东西不要现在拿出来吗？我要贴了啊！你贴吧，要不然一会儿来不及让它化解冻了。对你贴吧，我看看都。哇！我是比较喜欢什么事儿计划做到前头。然后我可以预计到可能在哪个环节会发生一些问题，就是我有预见性的去处理，会比完全没有任何计划的突发事件处理起来要好。他也是真操心，这爱操心的，我都觉得我是爱操心的。这么看来，我挺粗糙的。我们家完全放养，我们家也一样。对，我已经开始晕了。是不是你们公司下通告都没有这么狠？没有，对不对？郭梦旭，哎，我们走了啊。等会儿。咋了？我跟你拜拜。亲一下妈妈。我要出去。好，爸爸一会儿跟爸爸带你出去，好不好？对，爸爸带你下楼。是吧？啊。这哥哥。妈妈，快过来，我们碰一下头。把你的大脑还给我几天好吗？抱一下，我也要抱一下妈妈，快拥抱。哎呀，等走出去了，不要拜拜呀，桃树，快走吧，你们可走了啊！拜拜，妈妈，我们会想你的，拜拜。好，拜拜。我要。啊，好的，你一会儿就回来啊。拜拜。我要出去玩。啊，我们一会儿就出去玩，好不好？妈妈他们会先出去2天，好不好？啊，我们一会儿就出去玩，好不好？你再给你一个糖吃，你再给你一个糖吃。好了是吧？诶，你今天还没有吃麻花呢，对不对？你看那个叔叔呢会陪我们好几天，我们给那个叔叔分一点你爱吃的小零食，好不好？真吗？对，去吧，去给叔叔。
你要大声跟叔叔说啊。叔叔，给你抱，叔叔给你抱。好可爱，太乖了你。你怎么这么棒呢，宝贝？我们去问问哥哥，你还好，哥哥你还要写多久 ？Have you ever seen something that's odd? That's amazing. Our world is full of amazing things. For spectacular natural worlds. 哥哥啊，好哥哥。好宝宝，你写完作业没？你写完作业没？没，我得把这整章都写完呢，而且我们玩要在10点半玩呢。你要写多久？我给你弄头发，我们下楼玩啊。不是，我要写作业的。那是哥哥写完的，好吧？这么你们下楼玩，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也可以。那你先写吧。哥哥写完来找你好吧？我快点儿。郭木旭，你要走吗？郭木旭，你要走吗？没有。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妹妹，这是我弟弟，这是我舅舅。因为他是我妹妹的爸爸，不是我的爸爸，他和我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就是不太习惯叫那个爸爸，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爸爸了。所以我跟橙子之间相当于是一种陪他玩儿，因为我自己也没太长大。我觉得50吧。不满意，50不满意。但是我还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当我发现橙子可能有一些异常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偏向的时候，我会给他及时的告诉妈妈，让妈妈对他进行更多的心理的疏导，我认为更加合适。郭木旭，你要走吗？没有，我取个菜，我把菜先备完。我作业快写完了。是吗？我可以看会儿妹妹。好的。橙子，咱俩玩个游戏呗。啥呀？我们玩这个，然后谁输了，谁洗碗，行不行？他们家全是动物纹啊！啊，对啊，衣服都是睡衣，然后名字全是水果，衣服全是动物纹。淘淘，你说开始好吧？你说预备开始。好了，准备好，大点声。我应该要输。哎呀，打平了。哎呀！哈哈哈！你洗碗啊！愿赌服输啊！你洗碗啊！好吧。好，我给你们做饭，你陪他玩会儿。这怎么还买榴莲的呢？我也不吃呀。我都不会开。爸爸。哪儿呢？哎，声音。爸爸。哪儿呢？监控是吧？那个360没有那个开机，所以人家门帘没摁开。然后你把那个榴莲留在外边，你们别拿进来。好的。哇。你家有监控吗？真是好。不算进门的大门的话是6个，算门口大门的话是8个。比较习惯家里得有一个这么能沟通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有事儿，或者我看到了什么想要说，然后呢，我就通过监控会直接喊。因为带孩子你没有办法一直保证你手机一直在身上，或者你时时要看手机，你得有一个照看的这个功能。就是如果有一天他跟我失联了，我觉得我们失去的不是联系，是失去了爱，你懂吗？哦，看手机随时能发现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家跟他们家有一些情况是很像的。孩子小的时候家里装过，但是孩子大了之后就把它拆掉了。我是觉得刚有孩子的时候会比较焦虑，就总是怕孩子特别不在家的时候，哎，怎么别受伤了，别摔了，家里怎么。就是很焦虑，可能装一个那个就是让自己有安全感。其实我会觉得我装监控是因为我如果想他们的时候，我可以时时刻刻看到他们在干嘛，啊，我是有这种需求。那有没有人家不想让你看见的时候？在卧室我不看嘛，因为我不会在监控里面说话，
装在哪儿呢？客厅、厨房、餐厅和客厅的过道。孩子他们有一个学习室，但是他在奶奶和姥姥的房间卧室装了一个监控，我没想明白这个。我们当时上学的教室或者练舞的教室都有监控，都有啊。然后有一次我们班特别闹着那个监控特别大声来了一句别吵，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哪儿出来的声音，我们都不知道监控是能发声的，但是把我们吓一跳，瞬间安静了，特别恐怖感觉。怎么那么惊悚的感觉？那我们也回到信信的这个个性上来讲。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只有没有安全感的人才需要掌控。你像我现在就是对自己很有安全感啊，能力很有安全感，对孩子将来各有各命，对我老公爱干嘛干嘛，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很有安全感。对，人就是很松弛。所以在现代生活里面，到底如何去讨论或者设定这个边界，会是这个家庭能不能够长久的和谐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其实这几年来，我们在讨论儿童权利的时候讨论的特别多。我作为父母，我可不可以在孩子的房间里装摄像头？它算不算个违法行为？我孩子不满18岁，算是保护吗？那满了18岁那一刻开始，是不是就是个违法行为？亲人之间是不是存在隐私权的概念？这些概念其实对今天的中国家庭来讲是个全新的命题。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我们要做很多的讨论。过不去好了吗？马上好了，你等我个2分钟行吗？行。好的，马上来啊。其实上午的时候我还挺有自信的，我觉得我应该能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哇，桃子女王，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我照不上，我头太大了。我们看做到哪儿了？做到第几步了？看刚开始。哦。好，看这有个鸡蛋，割一口鸡蛋吃好不好？好，割一口鸡蛋吃。你看哥哥还是对妹妹还是哦，嘿，你说爸爸，这饭呢？那个桃饿了。好了，来了。饿了，爸爸给你把饭拿出来啊。哥哥也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了。那我现在会也吃了吗？拍爸爸。好的，爸爸给你小点声行吗？你能自己都吃光光吗？可以吗？你要吃光光，爸爸就给你小红花。好简陋的午餐呀！妈妈不在就是很简陋，是吧？对。准备少了哈。我吃了啊。好的，你太棒了，橙子。这小胖小，我洗碗去了。自己写功课，自己带妹妹，真惨，玩游戏输了还得刷碗。洗完了。这么棒，其他的不用管了，你放那儿吧。他们几乎是零沟通的，你看。我吃饱了睡觉。果老师，我来了，怎么了？桃子要喝奶了。好的，收到。这奶粉很细的啊，摇两下就摇匀了。看来对比那么多的品牌，严选的优萃宝爱奶粉还真的是不错。它有98种的全面营养，它不仅对大脑好，对身体发育也好。
关键桃特别爱喝。那你记得以后买君乐宝奶粉要去123专业母婴门店买，那里面有超多的好礼啊。好的。说飘在天空中的云朵，经常听到呜呜兔的哭声。这怎么在哭呀？然后在大森林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你喜欢我吗？我喜欢你啊，你喜欢爸爸吗？喜欢。这个爸爸也很细心。宝宝怎么了？妈妈，上面图让我1点学习，我能玩一会儿吗？好的，拜拜。好乖啊，真乖的小胖小。 There's a colorful abstract painting adding a vibrant touch to the room. 很独立。 So behind the person, a clear sky and distant landscape can be seen. 宝宝怎么了？没事，我和你说一下，我那个看图说的那个完事儿了，我现在就把背单词背完，字帖写完，直到妹妹醒之前我就没事干了，我就拼乐高。好的，拜拜。咋了，宝宝？你没有把那个发给妈妈呀？哪个？就是那个100字的那个作文。你等一下，现在有人敲门。哎呀，橙子，那又长个了。桃睡觉呢。桃睡觉。他的同学。中传呢。 还睡呢，孩儿啊，4点了，晚上不睡了，孩儿。他那个没发呢吗？那我现在发行不 ？Hello， 买了个玩偶。先跟你打个招呼哈。啊。就一套题就行，就一套就可以了。就前面那个期末试卷呗。随，哎呦。 还睡着呢，我在哪睡呢？那太可爱了，我好纠结，我是管你还是管桃呢？管桃，你先看着孩子。哎，对了，你晚上是要做那个辣的菜吗？桃吃不了辣，一点辣味儿，对吧？没有辣。 那你要我买尖椒干啥？那时候是个带味儿的。那你看看我买的对吗？因为我好多椒，我分不清楚。冰箱我是不是可以现在就弄上？你小点声，你给喊醒了一会儿。还4点了。哎呦我的妈！你就买这点儿，你是不是说够吗？你这才能你红烧肉这才做起。我赶紧买。对你再叫点，你可太慷慨了。同学，哎，今天晚上有活动吗？有呀。我今天有。小点声。 小点声。地址上那个算完。哇塞！哦。妈妈。昨天不是有小区那个什么棉花糖活动吗？啊，那个啥时候来着？昨天呀。哎，昨天我怎么就无去呢？他想出去玩儿。那我不管你，我陪他去了啊！你快去吧，你给我买完了就行。好。 有啥好陪的呀？
还在睡。今天第一次独立带2个孩子在家，其实还蛮害怕自己忙不过来，所以请了朋友来帮忙。怎么忙不过来了？怎么就忙不过来了？但是他来的那个时间正好是陶马上可能要醒的时候，如果他醒来之后发现身边爸爸在，那么就说明我睡觉的时候爸爸都在。我希望给他营造这样的一个安全感，我不希望他睁眼的时候旁边没有人。淘淘，你睡醒了？睡得好吗？做梦了没有？其实，哎呀，什么孩子醒了，你在旁边，他就觉得你是这个，我都搞不太懂。你不在这家吗？他走出来，你不也在吗？以前人家说我矫情，现在知道我不矫情了吧？就是说。尝尝，真好吃。就是我们走的时候，切个苹果放桌子上，好，这样他们就能吃水果。好，就看到了就吃。行吗？待会儿再洗这个吃哈，你先吃那个。宝贝，3、2、1，走。不要抽太大声。抽太大声，但是你没醒。你好可爱呀！啊，我喜欢的小宝宝。哎呦，直接输掉。太用力，因为你看，它这边本身它有材料咋地都顶不住。亲爸爸一口。妈妈。咋不咋？今天不咋。几点了？这都几点了？孩子睡醒了？4点半吧。4点半了。爸爸的朋友来了，你见过的。桃，睡醒了？你怎么又漂亮了，宝贝？你说我一直都这么漂亮，肚子露出别尿。哎呀，我练去了。哦，有活了。练琴了。我得弹琴了。到点了。为什么？活儿来了，是不是？到点儿了。哇，咱这小孩真的很乖，有小孩根本就这太乖了。对呀，这我在家我女儿都不会干。对呀。现在越弹越好了，你这个要练多长时间？练到5点20。还有多长？哎呦，还有20分钟呢。加油啊！练完琴我还要写一套卷子，是吧？来，开到这边来。哇，好棒啊！淘淘是我们家的车神。好，小胖注意情感，专心来。你要不要吃粒葡萄？淘。不行，我女儿练琴的时候要让弟弟离开这个空间，我特别怕他俩互相打扰。这个还在旁边逗，弹挺好，弹得不错呢。这歌很适合他此刻澎湃的心情。给我一个好不好？哎呀，郭梦旭，哎，今天有啥活动要出门的吗？今天没有，今天就是一会儿我们给你们准备大餐，也没有特别大，你可以点菜。这个笑容你知道代表什么吗？什么？好像我点你会做似的。我想吃方便面。你看妈妈写什么了？妈妈都预判到了你要说的话，而且刚好写在这个晚饭的位置。是，他全部都知道，他全部都完全拿捏每个人的习惯。郭梦旭，泡方便面不行，炒方便面可以吗？漂亮。为啥家长不让吃方便面呢？一是不健康，二是因为它太方便了。首先，炒方便面它不方便了；二加上蔬菜和香肠，它就不营养了。求求你，
到球球在里面，我的小球球掉了。哎呦，你看我们今晚做这个蚝油生菜，酸汤面线可以吗？啊，酸汤面也不算方便面吧？那也不行。那自热米饭也算是米饭，不是面。没有回应。稳重，能陪家人这种的。那你觉得现在公公是符合多少？20%还是50%0%可以吗？这么低的分？我觉得50吧。因为我们现在家庭是重组家庭，然后加上还是3个孩子，然后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把爸爸跟2个孩子放到一起，因为确实是橙子对于这个家庭成员的这个就是最直接的这个缺失是摆在这儿的。他们3个人在相处的时候，郭梦旭又不太能去触碰橙子的那一部分的疏导的时候，会不会被大家觉得那个是忽略了橙子的感受？他对于橙子的这个度要怎么去把握？所以这个其实是我比较现在就是他们3个人相处，我会比较担心的一点。那你陪他玩会儿行吗？好，我和桃玩。我把菜备一下。好。淘淘，你们在玩什么呀？你告诉一下爸爸好不好？我们在吃葡萄。然后我们在吃葡萄呢。这个真的不好，就是弹钢琴的时候写作业，对，还得练任何乐器都这么分心。啊，还玩什么啦？我玩球和变魔法。啊，你还玩什么啦？吸管。爸爸。哎。然后你。哎。而且你这边美满温馨的，我这边在苦练着。你给我夹头发，来。啊，他会转是吧？可以了。太棒了。练完了？那你去把卷子做了，好不好？行。妈妈，我练完了，琴练完了，我现在写那个卷子。你说现在这孩子一在家待1天啊，他已经很乖了，很乖了，这就真的超级乖啊！哇，这个橙子孩子真的好不容易啊，就是其实有点懂事的让人心疼。对那种。橙子，快来吃饭了！这是碳吗？郭梦旭，给你们准备大餐，大餐。来尝尝这爆黑炭，尝尝它的红烧肉呗，是一个。太黑炭了啊！来吧 ，Come on， 开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橙子新年快乐！干个碗，干个碗，干个碗。其实它颜色。我也干杯呀！啊，你也干杯了。好好看着。我要喝这个呢。啊，对，来，咱们跟你也得干一个，来，宝贝。哎，好。还可以啊。他们家都用那种老饭盒吃饭，你知道吗？这个朋友多会当，知道自己没做好，然后直接就把菜换给他。对，所以为什么0呢？橙子下桌了，橙子你吃完了吗？吃完了。好的。对，现在猕猴桃呗。啊。这叫猕猴桃。对，给你拿个车厘子好不好？妈妈，
他想要葡萄，他会扒皮玩，是吧？葡萄你待会给爸爸扒一个好不好？他这朋友挺会哄孩子。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就很照顾人的这种。对，是不是？你看看人家还害羞，好可爱呀，宝们。爸爸给。哎，你看多好啊！谢谢宝贝。哎呦，把没接住，完了，土地公公吃了。家之我是出家人。你接住啊！这次要接住啊！你慢点啊，好放嘴里。哎呦，真棒！多可爱的话！太好了，什么时候我也生个闺女？分你一个是吧？你不是说把她户口落在我这儿吗？什么时候执行？太可爱了，不舍得了，变卦了，后悔了。你这现在这都儿女双全了，我这还孤家寡人哦，没孩子，是个单身。我就是觉得家人真的很重要。然后我们小的时候，父母肯定是无私对我们，但是你当爸爸之后，你也很无私。哎，我就特别想问一个，就一点没有烦的时候吗？他应该听不懂。有，烦的时候就给他妈发信息，就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又这又那，哎呀，太多。但是你在他眼睛闭上睡着的时候，你在看他那时候，你就一刻瞬间又把你治愈了，你懂吗？对，就那种感觉就像是手机没电了，你看到他睡着，对，那一瞬间你又把自己给充满电了，这种暖心时刻，你看孩子给我们剥葡萄呢。谢谢宝，那你给我喂我好不好啊？真棒！哎呀，真好。但是你看哈，其实无论你这些同学，你不觉得大家其实都还在忙一些个自己业务内的事儿吗？陈柔一都新华社，石蕊四 CCTV 4，你不会觉得有点那个遗憾吗？不敢啊，有点遗憾。那肯定还是有的。我觉得其实，在舞台上的你还是很鲜活的。就是在本科的时候，那会儿是比较专注于去比赛，然后在比赛当中获得了比较多的认可。比赛，他是主持人吗？就拿了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大学生主持人大赛的全国季军。哇！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自己好像还不错，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自己主持功底是一种比较自信的状态。哦，那他这个他是可以的，他的口条啊，长相、业务能力还是可以，的确很厉害了。我在班里算优秀的吗？还不算优秀吗？你还想怎么优秀？你们一三播本入学10年后，你能自己考上研究生，这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其实咱们专业的同学，他很难在选择想要通过考研、研招考试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这个时候，有足够的定力。就是那次你快考试的时候，你在我家复习，那大胡子满脸，我都不认识你了。我偷拍一张，我说就很优秀，在你们班算优秀的。哇，很优秀是吧？挺厉害的。就是你其实能考上研都不容易。怎么了？买橘子吃好不好？你不是想吃橘子吗？在哪儿啊？在家写这个呢。你感觉你这么荡呢？我没有到。好吃吗？晚上饭？还行。还行。还行。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我觉得有点淡。他们还在吃饭。桃儿也还在吃饭吗？桃儿在吃，因为他吃的有点晚。啊，那我那个看一眼。检查工作，突击检查工作。啊，我知道了。它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我甚至觉得现在我的一种境况，我会更加的享受。
哎，妈妈怎么了？你俩干嘛呢？你看他都是叫妈妈。我刚刚就是想，他把所有人都当做他的孩子。对，这大儿子。你俩干嘛呢？我们在吃饭呢，桃在吃葡萄。大家葡萄前面是啥呀？葡萄前面是 iPad。咋说的？那我们俩吃饭没有人管他呀，然后时间又很赶了。你没喝酒吧？我喝了一点儿，超少的。都在我这儿了。你看，妈妈说你们菜做的有点淡。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是我实在赶不上了，然后那个水炒的，水也是第一次炒。哎，会给他擦一下。然后你看，其实味道挺好。哎，怎么了又？来，我给你擦，来。哎，好，来，爸爸擦。要不然就让他去那个篮子里。好的，啊，宝宝，走吧。啊，爸爸抱着你跟叔叔聊天，好不好？好不好？你不提前安排好。行，好的。挺好的，信姐，放心吧。窒息，真的好窒息。爸爸再去吃口饭好吗？啊，爸爸进来啊，爸爸在这儿好吗？爸爸看着你行不行？啊。啊，爸爸给你弄，爸爸弄。咱要不坐那边上去吧？对，可以，来吧，是吧？在这里面不就来？我也来好不好？一起来陪你玩，好不好？一起来，对。陈梦旭，你给桃把尿不湿穿上，然后那个你让他跟哥哥那个进屋看书，让哥给他讲故事。他还没洗澡呢，上床也太早了呀。不是，你就让他上床嘛，你俩聊你们俩的吧，你聊也聊不好，带孩子也带不好。没有结束啊，好的。全程监控，天哪！他从来没有避讳孩子来说这句话。对，告诉你了，橙子在那等着，你就给他行，好的。你又不是在完成任务呢，你在那。好的。又不是在完成任务，这不都是任务吗？就是任务啊！我觉得他关注的事儿的范围太小了，就他只能做好当时他自己能做的那么一件事儿。他又在跟人家聊天，然后又在陪桃子。你的好的，我说什么都好的，那这个好的是。好的，我听见了，但是我不做。你要能兼顾你就兼顾，你要不然就不要兼顾。我也做过同时招待人和带着孩子一起的事儿啊，你跟人家聊天也聊不好，带孩子也带不好，那你为什么要同时做这2件事呢？我都替你 emo。就是你带久了之后，其实就是主要是自己的时间就没有了。就是你想做自己的事情，毕竟其实年轻嘛。还是有自己很多想做的事情。就快毕业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有什么可以去就业？高校。对。最后为什么放弃了？高校那个就是他没法养家。因为我现在不是我一个人。我是一个家。但我觉得吧，你现在其实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一个冲击对冲。你又要养家又不工作。你这不全靠信姐吗？我觉得你不能放弃曾经优秀的自己。我觉得他现在没有那个命，我也给不了他那个命。一定能解决的问题，你不要怕你出去工作了，孩子没人带，你也会用未来很长的一段30年的工作的履历来给这孩子托举好。你觉得是长远意义上的更重要，还是短期的陪伴更重要？你能保证你今天演了这个角色，我就一定红了吗？或者是说我们今天上了这个角色，他就能被全国人民认可了吗？不可能呀！你要把你的优秀继续去发扬出来，来证明给孩子看。你怎么就确定他是怀才？但是怀才不遇的人多了去了呀，有能力的人多了去了。我觉得你还是该回到职场上去。这朋友真的挺好的。就是在我这里，因为我在毕业的时候那会儿需要找工作，但是我爱人他已经有稳定的工作，所以我会在家庭和工作当中会优选家庭。对，我觉得你也不能全都靠信姐，对吧？也不是全都靠，但是他就是会有一个比重的问题。你这个东西它已经是继承的现状，你再去重新打破，
也没有打破，我只是觉得你们有的时候应该并驾齐驱，形成合力，不然就会南辕北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体验，但是不能是全部，不能是全部。对的。当然，我还是希望后面自己能够更好吧。他不是希望更好，你得现在就有行动，就是时刻准备着。你不能准备，你要主动出击。你这个年龄不能再准备了，少先队员才时刻准备着呢。少先队员才时刻准备着。这个朋友以后不能来家里。他很难讲，你只能说你在为那个机会而做准备，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那你还在等。只要我说我学生一样，其实现在00后很多体现出来就是等靠要，又等又靠又要，是吧？等机会，靠父母，要待遇，要待遇，要待遇啊！我个小鸭子在游泳。你要想给他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不仅仅是现在童年的陪伴，还要有一个，你要像一座山一样，你要托举他。你现在你脚下都踩不实，都没脚踏在实地上了，对，那你怎么去托举他呢？对吧？你还要同时托举3个呢。谁能给你扶住你搭的大楼呢？是不是你爸爸？爸爸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爸爸？你的爸爸是超人。这个朋友我种草了，是这朋友真的很好，谁愿意说这种事儿啊？对啊，就当着镜头讲，对，很得罪人。这个朋友我种草了。没有10年的朋友是不愿意去说这样的话的，包括他今天跟我说的，基本都是需要我去完全的打开自己，才能够敞开聊的话题。包括他去挖掘到我的做全职之后的这个心路历程，他说的这些东西，可能在我心里是在某段时期是某种模糊的呈现，但是他今天说的那么直白，说的那么清晰，我觉得是对我认识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大的帮助。我可以很明确地判断到我在某个时期是处于某种的情绪，某种的挣扎，某种的不甘。这对于我逐个攻破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郭梦旭的语言表达还可以的，毕竟是学播音主持出来的。对的，还是可以的。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配方全面，脑体双优。下面进入懂妈解读时刻。怎么样，小鱼看完？比如说你刚毕业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女孩了，她要求你回归家庭，而且你工作赚的钱的确可能也不如她，你觉得你能回归家庭多久？有点太超纲了，这个超纲，有点太超纲了。我估计他都没有想过。他才19岁，估计还没想过家庭是吧？但我很好奇的想问问看，郭梦旭里面讲到，他说什么时候他出去是慢慢等待，等到水到渠成。其实像雨涵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会不会有这种心态，说什么时候我水到渠成了，我再往前走一步，还是其实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在前进的？我觉得我的成长挺奇妙的。他不是说等机会吗？我觉得我更多是被机会等到了，机会把我抓了。因为当时我怎么进入我们公司的呢？是当时我在睡午休，一觉睡醒就被选走了，就说你要来这个公司啊，然后现在干这个事业。我觉得特别是演员啊、主持人这些，大家都是很被动的，对，不能说我们就躺在房间里等，然后哪个导演来找我，对吧？对吧？就出去干活这个事儿，非得红吗？就不红的标准你很难定义。对啊，就是他，就算他是主持人，原来得过很好的名次，那有那么多工种呢，各行各业都可以去做。其实，在这个事情里面，坦率地讲，我也不太同情郭梦旭，我认为他自己要承担一半的责任的。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但带点人身攻击的词叫偷懒。就很想过一个偷懒的但能顺利的人生。那你在早期的时候想走一些捷径，你想走些偷懒的路，你会发现你怕吃苦，很可能得苦一辈子。
其实大部分的成长都是弯路前进，都是要去吃这些苦的。他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等待有一个水到渠成的机会，我想不出来这个机会。他说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但你也没看到他准备什么了。我们看到很多伟大的企业家，他们都说永远没有准备好，干就对了。我先想问一个，就是有人会说你孩子也带不好，话也说不好，你会是什么反应？我们东北有一句话，特别给劲，就是能过过，不能过拉倒。对啊，就能过过，就我就这样嘛。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家庭里哪有这么多对跟错、好跟坏的事情啊？什么叫聊天聊好了？什么叫带孩子带好了？就这些东西都是，它不是一个标准跟对。我现在只想知道，就是这个欣欣，她想干嘛？你刚一瞬间太像秦昊老师了，就是为什么？就你这么作的时候呢，他就会直接问说你想干嘛，你直接说。所以我现在也被他锻炼成一个就很直接的，有话就直接说吧，有病看病，就是没病防身，是吧？我觉得信信这样的这个妈妈，其实我也遇到一些在访谈里面，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一个困境是，他们是曾经给过丈夫一些机会的。她曾经是放手过的，只是她放手的过程呢，其实希望丈夫是满足我希望你做这件事情的标准。可是呢，这个丈夫做的事情呢，其实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其实那条路也走得通的，只是他不认可那条路，他相信自己那条路是正确的道路，唯一的道路，或者唯一的道路。但这个很容易出现在父母对孩子身上。是，最近不是老有一个形容词叫老登跟小登吗？现在的时代是老登跟小登的战争。老登是什么呢？老登就是你永远都是不对的，我就是对的，我的经验是对的，我的人生是对的，我连说你的方式我都是对的，对的，就是很固执啊，而且呢非常有优越感。我们女性在不断说独立成长，然后跟男性有同等的权益的时候，我们变成了一个爹味很重的女性。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学的研究里，就一个孩子成长，你要给他犯错或者走弯路，得3到7次的机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给自己也得宽容一点点，你也得给自己3到7次的机会，让自己成长起来。而且怀才不遇，那也是有努力的价值和意义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做的事情别人认可才有意义。有的时候做很多事情，觉得自己很享受，也是种成长。对。看完这条视频，我觉得整个人都很紧绷。这个爸爸好像一直想要去得到妈妈的认可，能理解他，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经纪人、制片人，他本身呢做事儿比较严谨，所以他想把家里的这些细节全部都掌控好。是不是妈妈其实应该松松手？那适当的放手肯定就是家庭智慧嘛，但是呢，孩子营养这一块必须得严谨。就像其实他很清楚君乐宝奶粉的配方，几点喝奶。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背后都是智慧和爱。是啊，君乐宝优萃宝爱含98种全面营养，关注孩子脑体双优发展。更厉害的是，他凭借脑体双优配方呢，不仅斩获国际领先认证证书，更荣膺国际年度婴幼儿营养奖。给孩子就得是这种双重权威认证的好奶粉。那现在买君乐宝奶粉呢，上天猫超市搜君乐宝品牌馆，最快4个小时就能送达。君乐宝大牌日，奶粉限时立减，还有滑板车啊，超多赠品直接送，划算又省心。所以下一个家庭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安吉家。听说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家了。那安吉农村老家的房子装修好了，混血萌娃的乡村生活，我们来看一下 VCR 吧。哇，客家烟火香。大鹅，好舒服的感觉。OK，Good morning， 起床了，这家。啊，真起床。那不然呢？哎，好可爱呀，这个太好看了，真漂亮，太漂亮了。是的，好不好？
I go with 那个模拟服 ，OK？ 好的吧。Goodbye，See you。上一季参加了一整季我们的爸爸嘛，有什么收获吗？受到非常多的关注，然后就是让更多的人就是看到了我们，就是比较喜欢我们之类的。真漂亮，可爱的。上一季的话就住在城里面嘛，因为我们这边是租了房子。这一次呢回来呢，我是想更多的展示是真正关于我自己的家的，因为我现在的家，已经建好了。这个自建房对我的意义的话，可能就是跟我老爸的一些牵连吧。小时候呢就没有自己的家，我老爸呢就跟着我奶奶住进我二伯家，包括我也是在我二伯家出生的。我老爸呢有一天晚上呢3更半夜打电话给我，他说跟一帮人喝酒，然后很多人就是去嘲讽他，说他就是没有房子怎么样的，被人看不起。但是呢他说到建房子这个事情呢也是他的梦想之一嘛。所以当时他就立下决心，一定要建个房子。我老爸那时候就开始，各种筹备建房子了，就很努力的去跟一些农务活啊之类的帮别人干活。然后我在外面工资每个月打回来，然后就建了那个房子。当时就建了一个毛坯房，装了窗户，10年了，我从来没想过去动它，因为反正我是一个人嘛，我回来去我朋友家吃一晚上，住一晚上，反正放假就没几天，回来过渡一下就好了。自从我结了婚之后，有了家，我才想，真的是不能这样子的。嗨，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的广东老家。现在呢，我的房子呢，终于是可以开建了我期待这天已经真的很久了。希望夏安和佳佳呢，很快就可以住上我们的新房子了。现在在老家建房子真的也不是挺容易的事情，怪不得我老爸一时都没有给我建到一个属于我的房子，只好我自己来了。因为夏安和佳佳给我的动力太大了，我不得不这么做，不然的话，我以后怎么带他们说回家呢？看我们很漂亮的房子。不跑啊！我太开心了。我的老家，我没有家。我给你一个家，好不好？哇！好幸福呀！这。One day, when we're old and we no longer can work, we can retire away to the Laojia house and live in it something comfortable for the both of us. Because it's something that we created together and built up together. So I think it's comfortable for us. I think it's good. 因为这个房子呢有一定的基础呢，是之前我老爸生前建的一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呢是有2代人的这个心血在里面的。哇！我很喜欢大家回老家，原因就是第一，我很喜欢我爱的人，然后呢带着他回到我曾经生活的这个地方，让小孩嘛可以记住自己的故乡、自己的老家在哪里。这个就是那种家乡的那种感觉吧。对。哎呦，哎呦，这什么？什么玩意儿？这么大一个肉丸子吗？好大呀！狮子头吗？这跟人头差不多大。这么煮不行，还是硬的。哇！真的好像在开椰子哦。对，这是个什么呀？来吧，大力出奇迹，一刀斩。
哇，妮夏好漂亮哦，好美呀！好漂亮。Say I'm smart. I'm smart. I am kind. I am kind. I am beautiful. I'm beautiful. And I'm happy to be me. Happy to be me. All right. 小安，来啦 ，Go eat 吧。广东人。哇，客家菜。好的，好的。把你的肉丸用那个串起来吧。好的。这个很大很大的。哇，是广东的那种肉丸。我第一次见这么大丸子。还不错吧？ I don't like this。爸爸，这个要一点点辣，胡椒粉放多了，不好意思啊，没事。下次别这样了哦。哦，好的。这个客家菜好吃的。好吃。谢谢老公。谢谢爸爸。不客气。我们去我的老家，你想客家菜吗？没事。我也想了。所以我就做了这么多菜，疯狂的满足自己。这几道菜是我练了很久了，1个多月，天天想着吃老家菜，能吃到一点点，其实很满足的。今天我们要去探访一下我们的周边的邻居。小时候在他们家的话待的比较多。走吧。我去看到我的朋友。3、2、1， 3、2、1 ，pause。今天 ，no playing in the mud, no playing with fire, no playing with the 老家 dogs 。又来了，上一季时候就这样。Make sure you stay with your baba and don't play in that road. People drive like madmen, okay? 你听到我 ？No fire, no mud, no dogs. Don't play in the road. Make sure she stays close to you. And if you take her to the garden, make sure she wears gloves in the garden because it's dirty, okay? 这是啥？他说啥？还是没听懂。OK。过来，抱一下我。走啦。不用急，你太小心，爸爸给你很多，好吧？好吧。不太快回来，好吧？亲我。亲我。好了，好，拜拜，爱你啊。爱你 too。我去看到我的朋友。啊，拜拜。拜拜。妈妈的中文也好啊，妈妈中文进步了，但爸爸的英文好像还停留在那个原来上一季的水平。走吧，待会你不会讲客家话，我教一下你一些基础的。好的。来，现在教你认识一下，待会我们可能在路上见到的一些动物，好不好？用客家话啊。来。牛。哎，牛真的是牛哦。猫。喵。读喵。该。哎呦，对，真的叫该。狗。不对。狗。啄木鸟。鸟，我们说雕子。对。很多孩子现在跟着父母到城里面去生活，基本上都很少会讲家乡话了。其实佳佳呢，从她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说我的小孩出生，我一定会教他客家话。老虎。
小孩这个语言天分不用教，我们家孩子很少回东北，在上海长大的，一口东北味儿。我女儿她也是东北口音，很就是，但她不是，就是她会出来，她不会问我说怎么了，她问我咋了。我家小孩也是，全是东北话。小的时候，那时候去给他送到幼儿园，然后他说，早点来求我，求我。对。所以就我觉得东北口音的感染力很强，非常强，很强。我小时候好羡慕人家会说方言的。寝室里面人打电话都带加密码的，人给家里打电话，咱都听不懂人家说啥。咱东北孩子在哪儿都没办法。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亲戚家。好的。哎，他们刚好在外面。早。早喂。哎，佳佳。姐姐。哇，那么东西，谢谢姐姐。你还记得玩上次的那个女王游戏吗？啊。现在还玩不玩？就我跟她的老公呢，以前在深圳一起上班嘛，住得很近。我跟她很好的在外面。喂，这个米子好好吃的哦。我吃过。来，好的。那豆豆先啊，你妈妈给俾你做了雞呢？买，喂。做雞，做雞。他抓鸡啊。我们一起玩。一起去吧，我们一起看看。哇！抓鸡，鸡一下就抓到了，单手抓鸡。慢点，慢点。给明天还容易找来一趟。你抓紧就行了。我教你怎么抓，挑战极限，下来，没事的。对啊，看哥哥怎么抓的，两只翅膀你抓进去。我不敢。把它低翅膀抓住就可以了。没事的，没事的，直接抓。抓稳了，抓稳。不怕啊？怕不呀？你走不了了吧？我会被吓死的，是吗？对，我小时候经常被鸡追。嫂，你嗌晏 B 啊，嗌做了菜啊，晏 B 送你食飯啦。晏睇啊，好，晏 B 做了菜，我上去嘛。好，拜拜，拜拜，佳佳，等下来两位。好，走吧。哦，小心点，老爸，等会儿他捉你。不会的，他不会抓你的，你看他不会抓的，不敢捉的。要不我们先把鸡放起来先吧。好呗。去安阳那里抓。叫把壳啊，叫他把壳，看在把壳叫他。好的。把壳。有。喂，哥哥。做啥？摘菜。摘菜咩？帮腿。给他把壳啊，把壳拿出来先。把壳。佳佳。把壳拿着菜，帮他拿菜吧。以前是我大娘，她种菜嘛，她以前看我家没有东西吃，她会摘点青菜给我们。我老爸那时候不在家，在外面务工，我有几年是住在他们家的，吃他们家的。哇，这些菜干好漂亮哦，萝卜干儿。好了，跟我是我先转了，跟把壳说，把壳我先走了，你说。把壳我先走了。哎，做你改哎。吃个补充身体。吃个保存身体。好不哦。拜拜，我先走了啊。拜拜，也先走了。好不，宝贝，讲我呢。哎，那位。喂。还有拿东西来没啊？端着萝卜干。谢谢把壳说了没有？谢谢把壳。谢谢。哇，他们口音好可爱啊，感觉。对。其实你知道，听到他们这个家乡话就特别有感染力。对，是的。就是你会能感受到大家说这种家乡话的时候那种心情哈。对。街里街坊的这种，就村里的这种亲戚。去黄子韬家了。好，黄子韬。你都把这个送给他们吧。好。王子
黄子韬，黄子韬在。找哪位啊？哎，佳佳，哎呀，那好了，我记得有没有？各位聊没有？送给他的，我这，你帮我打开一下。哦，谢谢大哥。我再怎么吃？就是我们今天先吃这2个，好不好？明天再吃这个，下次再吃这个。现在计划挺好，等会儿就吃完了。要不今天我们都吃完这个，给你个。长大了，哎。猴子吧。其实你看，在城市里的孩子很少有这种笑容的。现在。对。哎，好。哎呀，晒晒太阳啊！这绝对不会缺钙。这个啥还是其他中药片啊？对，其他中药。是啊，味道很不同哦。来，要不给是冬就按量哦。啊？明年呢？明年长成这个。设计还可以哦。好。仲會解你嗰叫呢？咋幾年了？都人家抽多少公斤了？2下公斤。2下公斤。2下公斤啊？這時間就咁嘅。慢10下公斤。相反嘅。我起嘅時候19號，我起到嘅咩？係咧19號。我轉嘅時候我2號出發，我轉嚟的。我2號咋？我轉嚟4號了。溫度3萬度吧？溫度加人南風嚟到那邊差不多。太喜歡了這種感覺，然後就是每個人都認識，每個人都打招呼，對吧？走走聊聊。如果住在城裡面租的房那裡的話，感覺像是對公交流那種感覺，但這邊就感覺不一樣，這邊感覺好像全是自己的家人，全是自己的親戚。多好！其實你看，越是到這種環境下，人生活就特別安逸哈，就很舒服的。其實自然的狀態。對。那個呢？啊，卡基啊，臘腸，哇，這個好吃！哇，好餓哦，想吃煲仔飯。廣式臘腸我有正宗嘅吃那個土地腸的，好香哦喲。好唄。來，安比亞送來吃飯啦。好。哎呀，安比亞，這個跟着我猜呀。哎呀，但是啊，這哎呀。好唄。就這樣，來跟他說公拜拜。叔公拜拜。拜拜，叔公拜拜。其實你看這個孩子，他不會有分離焦慮的，你信嗎？對啊，他沒有的。OK， 你幫我收一下碗筷。好。佳佳，我们来找你玩了。我在这啊。佳佳在收桌子呀，等一下他，先坐一下呗。他穿这身特别像服务员，你看半天，太可爱。好，就家庭成员的参与者，他是家里的一部分。对，孩子本来就觉得自己是大人。真的，孩子这样的话，就是他就在哪儿，他都招人稀罕。对，而且他也想把爱给出去啊。对，他做了这件事可不是为了干活，他这个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对，他觉得自己可厉害了，我什么都能干。对，小服务员我是。所以你说郭梦旭他怎么会忙成那样？他其实没干嘛，一下午还能睡觉。心里啊，忙。我觉得他心里忙，他心里慌，其实是。你看这爸爸邻居家跑了这么多，他不忙吗？然后饭你看做的这么丰富，对，该吃的也吃了，该喝的也喝了，还顺着2只鸡回来。这个爸爸是上一家拿一个菜。对。你要干啥？去那个工具。你去不去啊，佳佳？我去。你这在拿工具箱。嘿。Let's go. Here we go.
姐姐，我们去哪里看？竹林。好，我可不怕。你小心点哦，竹子，都是竹子。那里，前面，偏僻的地方。就上山了，探险。哇，这个森林是我小时候玩的完全不一样。这地方太妙了。哎呀，我也想去。挖竹笋吗？是要干嘛？那我给黄老家做一个宝剑吧，佳佳。好啊。小时候我最爱做的一个宝剑。再给我做一个大大的小窝。女孩想做的是窝，男孩满地找棍儿。也不知道杵啥，反正就是。对。你要砍哪一根？这根。你看，我来砍吧。这根是吧？好嘞，下刀。姐姐。哎呦，其实挺开心的。小时候其实也经常干这种事的。真以前那片竹林都是我们玩剩下的，你知道吧？玩剩下的。玩着，我就感觉这个童心又泛起了。砍那么一点呐。这刀是不是不快？竹子太硬了，可能。怎么会挑选到这一根呢？这个根都不好拔了，等一下。哇！哎呦！爸，你看，哥哥已经完美的砍下来了，好高的树啊！哎，我把做个剑给你啊。好。剑就是小时候我最爱做的东西，因为小孩子对这种东西他就比较喜欢去玩嘛。爸爸 ，Oh no！ 你看。哦。佳佳过来一下，佳佳过来一下。等会儿你别动。你做剑呢？我这。哇，这小孩厉害啊！哦，这个弓箭。你看他这个做弓箭，他知道把这个弯度给它弯过来，那竹子会玩。就是你就在这种地方长大嘛？你肯定会。你像城市的拿那么大把刀，爸妈马上冲过来了，这太危险了。是的，想象一下叶泽如果站在这个场景里会怎么样子的反应？疯了。佳佳，啥玩意啊？剑呢？你为什么那么酷啊？给你来展示一下。是我的剑。弓箭。哇！哦呦！哎呦！哦！有点东西啊，我试一下。哎呀！中，还可以。我感觉这小孩比我强，动手能力比我强，但是我感觉他是细节上面感觉差一点。这就别挑毛病了。不想承认别人强。来，我们射箭比赛啊！我跟你比赛啊！你跟我比。我10根辣条。可以啊，这个爸爸是非常有童心的爸爸。来，就射这个叶子好了。射到这片叶子。嘿嘿。
小屁孩，小屁孩，看到孩子也是这样，对，很放松，欺负小孩喽。要打脸了，我感觉。一般这时候就是打脸现场。松。Oh no！ 这专业啊！松。不中。哎，射中了，他还说不中。不中。有点东西啊，小家伙。不中。是个辣条。走了，回家了。就我印象，我们小的时候，这院里啊，都有一个这样的哥哥和叔叔啥的，带着玩，带着玩啥的那种。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放了学书包一扔，就河边去抓鱼，去山上玩，然后从那个山坡上就滑土，秃噜下来，就是纯的土，然后粗溜下来、咕噜下来，就是，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麦子垛在上面翻跟头。所以我就是现在有机会，我会带孩子回去，因为他们真的是这种生活太少。让他们看一看，就是不一样的生活吧，跟城市里不一样的生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应该在这种环境里，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就我2个孩子都在上海长大的，我就觉得他们被这个钢筋混凝土裹着，我看他们可怜，因为我小的童年特别美好，所以我现在有一些那种学习班，就教孩子去割麦子。割点麦，干点农活啥的，有那种就是带他们体验的那种地方，我觉得经常有这种活动也蛮好的，因为他都不知道大米是从哪来的，基本上属于五谷不分的状态，不分不行。小鱼，你小时候童年跟爸妈回老家的时候，你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我小时候不是回老家，是小时候一直在老家。我也是爷爷奶奶带着我长大的。我当时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跟邻居玩，邻居小孩。我们喜欢玩那种去玉米地躲猫猫。对，真的。叔叔，佳佳去我们家门前那边烤红薯。好的。晚上我要请大伯他们吃饭，要去准备一下。佳佳，注意安全啊！好的。佳佳，我爆米花了，你喝。这盐呐，这是糖。我想要，你能给我一点点吗？1丢，好吗？好。姐姐，你能再给我一点吗？OK，就这样。好多糖。你小心点，哥哥。姐姐。鸡。呀，孩子多高兴！而且他把它扔着，他回去做饭了。对，就跟哥哥们玩呗。因为他很安全，所以孩子觉得那个是非常安全的，就他们各自都觉得安全。他们围炉煮上茶了，是吧？我看，而且是看着鲜花那个佛山。你看人家烤爆米花呢。爆米都起来啦！哇！哇，爆米花，你把勺子给我。你没事吧？哇！哦哟，摘爆米花啦！天哪，快点比较全了，不怕吗？我也帮你拿上。来，走。哦，排座。
哇，多漂亮！完美的童年。哦，他一定会很幸福的，这个孩子。肯定的呀，他活在一个庞大的、和善的人际关系里。对。Hey, dreaming of a white。哇，这个好香啊！原来的话，经常去亲戚家吃饭嘛，然后也没有邀请过他们来过我们家，因为像我以前就是没有家嘛，现在有家了，我就有哎，过来喝茶，过来坐坐啊，过来吃吃饭啥的。这个心情很能理解。真的，他很满足现在的人。是的。小雨，这生活本来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呢？不是吗？好了吧？对 ，very sit down 的。好了。开饭喽！我们来啦！阿咪来啦！哇，叔叔家好漂亮呀！什么？阿爸？吃饭啊，毛马个菜啊，没什么菜。没什么菜啊。很丰盛啊，给我看馋了。用盐嘞，滚炸嘢。有先食飯啊，先食糖啊。唔可以肉丸，有糖嘅。糖啊！吃。吃。想一下你以前是小时候，中年的时候，怎么感觉呢？到现在呢？哎，时间太快了。以前在我眼里，你们个个都是中年人，现在我都变成中年人了。我印象当中，我结婚的时候，他头发是长长的，脸都看不到那种头发长。那时候刚出门做理发嘛，其实那时候天天就流行很长的头发的，非主流。挺感谢你们的。欣欣拿了那么多你们的衣服鞋子穿的。这没什么的，反正我以前小时候，我都是吃的白家饭长大的。想一下以前那个奶奶带你那个时候，真的是太辛苦了。奶奶啊，她眼睛看不见那个奶奶呀，她还小又管被抱在那里，又碰不到那里，整天抱在那里的，真的太辛苦了。我根本 every day cook for me, looking see。真的吧 ？Yes。是吧？好辛苦啊。Yes。他说英文，他说中文。就是他老婆很好，他老婆觉得大家这样比较听得懂。是。以前我就不够高，装水就以前烧开水了嘛，在大锅里面，他看不到，他就叫我装，我很小，我就拿2只手拿着装那个水，装那个，然后他要听声音，呜，他就好，可以了，满了，拿起来看看，真的满了。So she can only listen and feel and smell if it's finished. 好棒。就说你爸爸那个人没有这个福啊，没办法。我嫁过来第1年还是第2年，他老爸就那个了，很好的。他老爸。经常送苹果啊什么的送给我那个大的那个小孩。是的，我老爸很喜欢小孩的，每个小孩他都抱过。那你爸爸那个时候那个，在这个村子里，每一个人问他，他就知道你爸爸的名字的，他知道这个人很好看的，印象很深，印象很深的。真的1年中1年。我爸挺深的。以前都是他走前几天，就是那几天晚上就睡不着，打他电话又不接啊。他那天我就看到他那打电话都打了几10个电话，都没有一个人接到他电话。就他没打给我吧？有啊，怎么没有的？有。他手机打给我，全部都打了，我们几个全部都打了。你也打给你，打给我也有打给那个波哥，你的波哥那个也有打了。他那个手机后呢，我翻见他那个记录啊，是有打的，全部都没有接的，奇怪了。因为那天我就在狗背那里，我看到他跑来，怎么今天没有看见他呢？我就看到那个葱那里，就看到布在这里的，看到他手都印了。他们都说我老爸特别好，然后
就很热心肠，这里面都很多是留守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有什么需要有力气的啊，干活的啊，搬东西重大东西啊，他们搬不动啊，都会找我老爸帮忙。就是你爸爸他做了太多善事了，所以你现在也有这个福气了。真的应了那句话，好人有好报了。好人帮不到他身上，帮到我身上来了。想想你那时候，想要找老婆都比较辛苦了。特别是他们两个特别害怕我找不到老婆。没想到你们那么厉害哦，还能娶到那么好的一个老婆，真的是。这个真说不上我厉害，这个只是真的。反正是命运啊，是缘分啊，很多东西真的。对，生了佳佳这个女儿是来报恩的。现在整个紫金县的人都知道你是高坑村的人。好幸福呀，就是微小的幸福就很好。谢谢你们，辛苦你了哈。哎呀，今天没什么菜啊，哎呀，太多菜了，我们吃太多了。春节了回来我们再聚哈。好，慢走啊。谢谢你们。因为老家对我来说啊，自己小时候一个成长的地方吧，然后呢，也是一直心心向往的一个归宿吧。哇，你看又烤玉米了。哎呀，这太香！我想要开车，一起来。我带着佳佳回到我曾经生活的故乡，然后去感受我曾经生活的这个地方。我希望佳佳有更多的童年记忆，开心。我是鸭子。快乐。忧虑。对，生活不要有太多的烦恼。哎呀，幸福指数太高了！哎呀，好幸福呀！哇，大家很放松，不扫兴的3口之家。我们看到第一组的爸爸，因为自己的童年缺失，所以他对自己的孩子就拼命想要给。他是我感觉我在养一个小时候的我，就是我会把我小时候没有的，我希望给到他，拼命想要给，以至于带的有点细了。到第二个爸爸是无能为力的爸爸，我想要做，包括我自己的人生，我掌握不了。会觉得说可能自己为什么在工作上没有更进一步？会有一点不甘。然后到这个爸爸，我们看到了一个游刃有余的，还有童心的，然后很成熟的一个爸爸。就你自己感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我可能跟就是那肯定应该是第3种。我们就不焦虑，我这2个女儿生活的都很开心。哎，真好。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叶泽的那个家庭和安吉的这个爸爸，是2个都很爱孩子。但是叶泽他每时每刻关注的都是孩子，可是安吉这个爸爸，他其实并没有忽略他的孩子。而且相比较那个环境，其实安吉这个家庭那是更危险的，马路上就是有车，对，然后搞个竹子都是用刀的，一会儿又是用火的，然后又是爬山的。他妈妈走的时候有几句严格的做什么什么什么。No fire, no mud, no dogs, don't play in the road, make sure she stays close to you. 回来以后如果没有伤害，他也没有再去复盘说有没有做到，这些都很轻松的过掉了。尤其是我这里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他抓那个公鸡，然后他说我很害怕。抓稳了，抓稳。我就在想，如果叶泽在的话，一定会去分析你为什么害怕，是怎么样子的。没有，叶泽会一开始就说别给他抓，他怕。那爸爸就说来抓抓看，抓抓看，你尝试一下。对啊，然后就过掉了这个事情，他就在他的生命中自然就划过了。对，再也不害怕了。但你父母把这个事情看成事情，他就是有问题了。是的。3个家庭里，其实有一个孩子一直比较牵挂我的心，就是那个
北京家庭那个橙子。尤其看到佳佳那种很自由的状态，我就在想，如果有人可以去问问橙子，他想要什么，他在担心什么，他对自己的未来会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孩子如果能更好的说出他心里的那些话的话，对他是会很有帮助的。那我们干脆派一个董妈团的这个特派员去北京，更全面的了解一下情况，更全面的去观察这个家庭。太好了，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听到橙子的心声了。很期待。永远都不要担心表扬会让孩子变坏，或者表扬会让孩子变脆弱。表扬永远不会起到这样负面的作用。真正起问题的其实是虚假的表扬啊！其实孩子明明没有做得很好，可是我们非常刻意的去虚假的表扬他啊，宝宝很棒啊，宝宝很厉害。所有真心的肯定、真心的表扬都是没有害处的啊！当然，如果我们的表扬能够更具体一点点，更聚焦在他的过程，聚焦他的行为上，让宝宝知道说，哎，原来这个行为是我可以重复的，原来这个行为是我可以继续去做的。那这样的话，这个表扬更能帮到孩子更好的成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踩着正确的步子，一步一步往上走，这样子我们就避免了纠错带来的很多的心理创伤。脆弱一定不是表扬出来的，脆弱是纠错纠出来的。所以父母不用担心表扬太多了孩子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真正要做到的是，怎么能够真心的去表扬，而不要虚假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些所谓的肯定，但你其实是带着很多的功利性的目的，孩子是能辨别出来这种带着功利性的虚假的表扬。今天我们去野餐哦。哇，你每次给他穿都可接地气儿了。滴滴滴答，买一个饮料给你。给我啦！我喜欢爸爸呀。妈妈，你为什么要哭？这是什么？儿童饮料。我想喝。可是这是饮料，小朋友不能喝，那你都要给我喝光了。哎呀，太好玩了！我已经喝完了。你怎么现在不要我抱了？因为我有点害羞。好可爱。不行了我，明天就去生一个。这一期听说我们的董妈团特派员倪萍老师已经在去见橙子的路上了。也就是说3、4年你基本上没有工作。说实话，你内心不着急吗？是你安排的你丈夫在家里看孩子吗？他得多么爱你，还是多么怕你？哇，字字扎心。他做啥其实也都会考虑我的感受。儿子是妈妈的心肝啊！你怎么这么棒呢？其实我真的很想跟爸爸妈妈说，你的选择真的会影响你的孩子一辈子。